非常深，再进半分就伤到你的心房了。哦，大哥，你忍一下，伤口敷了药，但还在流血，动作不要太大。我没事的，只要花骨没有受伤，我什么痛楚都可以熬得过去。以后你不要再一个人悄悄离开我了。是啊，花骨，你这么晚了还出去，祖儿大哥会很担心的。明明知道自己不喜欢他，又怎么可以嫁给他？我不可以一错再错。决定了，来。花果，我想去散步，你陪我去好吗？可是，不是说不要出门吗？有我在，不用怕。可是我想等晴儿他们回来。好啊，那我们就先到前面的路口去等他们，好吗？那我可以带小顽皮去吗？嗯。花骨，小猪，我采了一些野花送给你。谢谢你，小猪。哎，你要出去啊？祖儿说想出去散散步。哎，明少爷不是一再吩咐吗？咱们要小心谨慎，不能暴露行踪啊！你别操心了，我会保护花骨的。走吧。我总觉着不是太对，我得跟过去看看。好久没有这么正正式式的欣赏日落黄昏了。夕阳虽然好，但是你又在担心晴儿了。放心，二弟一定会保护她，把她安全送回来。这么难得出来散步，又有这么好的气氛，真的让我忘不了刚刚认识你的时候那种愉快相处的快乐感觉。人家在这儿谈情说爱，我偷看，是不是有点不太道德呢？哼，那个明祖儿，我怎么看怎么不像好人，不怀好意的东西。明阳跟我说了，让我好好的看着公主。哼，好吧，那我就好好的陪他们谈谈情呗。花果，什么都不要想了，好好陪我，享受这当前的美景吧。我不能再犹豫了，还是对他说清楚吧。祖儿，我，你说，啊？你没事吧？岂有此理！你要干什么？早知道就不是好人！自量力！哎呀！好来啊！哇呀！哎呀！哎呀！花果，为了你，我什么都放弃了，你怎么可以这么忍心的对待我呢？花果，花果，你不喜欢我，不要紧的，但是我要你全心全意的跟着我，任何人也不能把我们分开，好不好？啊，我带你回去啊！死小子，死小子！叫叫！小叔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发生什么事了？快去救花骨！
为我的妻子了。我绝对不会让明阳从我手上把你给夺走的。大哥，到底你带了花果去了哪里啊？请你不要伤害他，不要啊！傻丫头，我该上哪儿找你啊？那不是小顽皮吗？花果，你知道吗？我是真心真意的爱你，我不可以失去你的。现在以天为证，咱们成为夫妻吧。死小子，花果，你是我的，不要吧？大哥，不要啊！放开花果，她是我的妻子。大哥，你怎么可以这么卑鄙的伤害她？傻丫头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该怎么办？我该怎么办？花果，这是小猪给你熬的解药，你快点喝了吧。花果，一切都过去了，没事儿了啊。晴儿，我自己来就好了。花果，是我呀，我想见你，花果。花果，你让我进来呀，花果，我有话要跟你说。花果，你让我进去啊！花果，花果，花果，你让我进去啊！你让他进来吧。可是花果，你让我进去啊！花果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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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我错了。花果，花果，是我一时糊涂，你原谅我好吗？不，糊涂的是我。我应该早就告诉你，我不能和你成亲。我喜欢的人一直都是明阳。你终于亲口拒婚了，你终于承认和明阳的关系了。
么事了？我也不知道。你们今天成亲，却忘了邀请重要的客人。你想怎么样？我没想怎么样，我只是要你们这对新人的血来喂我的银血刀。明阳，可有本事来保护你身边这位新娘子？你不是烈火，你究竟是谁？你还不知道吗？是你，大哥，别喊我大哥，我们之间早已经恩断义绝了。左儿，你究竟想怎么样？住口！明祖儿被他心爱的人背叛了，他的心早已经死了。这个世上只有烈火，没有明祖儿了。你是烈火，大哥，你真的是烈火。为什么到现在你还不相信？一直和你作对的人就是我，明阳，我们是宿世劲敌。我从来没有这么想过，可是我却无时无刻不想打败你。为什么？为什么你要这样？因为你姓名，我不是；因为你是金鹏王府的天之骄子，我不是。得天独厚，我却是一个被遗弃的野种。上天对我不公平，天下人对我不公平。你的尊贵，你所得到的一切，只会更增加，让我被轻视，让我被取笑，让我无地自容。所以，你要修炼阴血道。没错，我要让天下人知道，我所受的痛苦只会让我更加奋发图强。我要让所有人明白，我是比你强的。大哥，你就仅仅因为这样，所以你就滥杀无辜，杀人养刀了是吗？不错，一点都不错。可你有没有想过，清平镇每一位死去的老百姓，他们不懂武功，与世无争，你怎么下得了手？大哥，你可想过他们的亲人吗？他们的亲人会如何的难过，从此在悲伤里度过余生？金甲战神果然是宅心仁厚，难怪成为大家心目中的英雄。不过明阳，我可要告诉你，只要能够让我修炼银血刀，再无功的都该死。我从小敬重的大哥，你为什么会变成这样？你为什么会变得冷血无情呢？不用再说了，以前是我学艺不精，才会败在你的剑下。现在我已经修炼好银血刀了，我要让你试试银血刀的威力，让你尝尝失败的滋味。为什么还不拔剑？这一刀是为了平复大哥长久以来心中对我的不满。现在，我明阳就要实现我许下的诺言，为那些无辜死去的老百姓讨回公道。我们之间的恩怨终于可以有一个了断，能够死在我的银血刀之下，算是你的光荣。金甲战神，没有金丝甲以保护的明阳，终于敌不过我的银血刀。谁说邪不能胜正？左儿，你们是兄弟，不要手足相残好不好？呸！我从来就没有兄弟。你忘了，你曾经答应要嫁给我，为什么今天却要跟这个小子成亲呢？既然我得不到你，绝不会让你嫁给他。我要你们为背信弃义付出更沉痛的代价。杀他！真龙天子95年，皇上好，你本是个出身卑贱的和尚，只不过是时势造英雄，因缘际会，才让你一登龙尾，成为人中之龙而已。不过，我现在就告诉你，
我是英雄造时势，扭转乾坤，取而代之。大言不惭！皇上，你已经老了，你的子孙没有你一半的魄力和智能。纵然你分封宗室，诛灭雍权的老臣子，可惜你的江山也难保矣。你真的以为你可以为所欲为吗？我不妨坦白地说，正好给我去准了。对我最有威胁的燕王今天离开了京城，造就了我一个难逢的时机。现在，这后宫之内已经被我一手训练的赤色火焰的死士们攻占了。只要皇上驾崩，殿下就可以顺利登基，然后按照计划再让位于我。本来你赐死了花骨，保住允文皇太孙身份，这江山早晚亦是我操纵的。可惜宫里宫外不满皇上耳目，老是盯着我不放，让你掌握了我练兵的证据，才逼得我不得不先下手为强，动兵叛逆造反的。哼！你认为是孤逼你造反了吗？你处心积虑，多年前已经秘密组织赤色火焰，暗中培植实力，时日非浅了。如果当年赤色火焰不是败在明阳手里，被迫解散，哼，你早就反了。即使到了今天，你的阴谋诡计还是不会成功的。何以见得？难道你会以为明阳那个家伙还会再一次破坏我的好事？明阳，恐怕你想再见到他也难。聂红，在，是时候了，发讯号，通知大伙儿准备好轰天旋锣。老皇帝他要归天了，让我们好好的送他一程吧。是，主人。大哥，你不要，你放开他好不好？好伟大的英雄，难怪皇上会将他赐徽于你。今天你就要死了，老皇帝的人头也要落地了。你们要谢恩，就到黄泉去谢他吧。大哥，你说什么？江山很快就要易主了，一切都变得不一样了。你跟国舅谋反吗？全靠你们的帮忙。国舅已经调派赤色火焰的兵马，乔装义服到宫里去杀皇帝。看来现在皇帝已经落在国舅的手里了。大哥，别再执迷不悟了。你让身边爱你的和亲近你的人都痛心了，你知道吗？闭嘴！胜者为王，败者为寇。我今天就要杀了你们，泄我心头之恨。懦夫，你是个不能接受现实的懦夫。你说什么？我曾经为了你放弃了一切，结果呢？是你们出卖了我，让我一而再的修炼魔功，是你把我推到了万劫不复，把我推上了你们所说的邪门歪道。你没有资格责备他们，你和他们辜负了你，那你又怎么样？你不也一样辜负了我吗？你和我之间的事情与他们无关。因为是我协助你，让你修炼一切道，让你变成了大魔头。看到你这样作恶，我会很痛苦。如果你杀了他们，我更会内疚一生。左儿，若是你不肯放过他们，就请你先杀了我吧。我的心已经死了，再没有能力顾及你的感受。你若是以此相逼，你无法改变我要杀了他们的决心。你怎么可以这样冷血？是我负了你，与他人无关，让我自己了结吧。大哥，不要啊！我用我的血求你原谅，也请你放过你弟弟。要死一起死！
皇上有难，我们赶快进宫吧。皇上，你现在应该清楚，何谓不负当年之勇矣。一个垂暮的老人，怎么斗得过我精心训练的死士？国绝不容许逆贼颠覆朝纲，是吗？你可以吗？说来却有一件事情，连我也感到奇怪。皇上一直多疑，却居然相信允文是皇族后裔而赐死了花骨。难道皇上真的老糊涂了？如此糊涂，这江山要落在我的手上，也是理所应当的。皇上，你放心去吧，我来做皇帝，一定比你做得更加出色。你要孤的江山，没你想的那么简单呐。插翅难飞，投降吧！你肯不肯为国这个老头子再跳一次花鼓舞，可以吗？这个时候找你进宫，你感到奇怪吗？皇上，绵阳只听候吩咐，而不会多想其他的事情。金甲战神就是金甲战神，孤最欣赏就是你这率性而为、不阿谀奉承的坦白。你知道孤为什么赐婚于你和花鼓吗？因为孤需要你，孤需要你保护花鼓一生一世。当年孤在册封你的时候，曾经赐你这把宝剑，可惜你拒绝了。今天，孤再一次将这把剑赐给你，希望你用这把宝剑除奸杀敌，让它成为至善剑。可是天意吧？当年孤赐剑的时候，你不肯领受，孤也没有勉强。可是到了今天再赐剑，孤就不容你拒绝。也许这意味到有些事情是要在适当的时候才会出现的，而不会提早发生。这就好像那天花鼓提起园子里那棵野枣树，引起了孤的兴致，孤就亲自去找这棵树，没料到结果却发现一个天大的秘密。到底是巧合，还是真有其事？确实令孤也糊涂了。老天爷真是可恶，在这个时候竟然跟孤开了这样的一个玩笑。
来唱着歌，风扬花舞，放轻松，跟我隆叮咚。嘚儿隆咚飘一飘，嘚儿隆咚飘一飘，嘚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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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飘飘一飘飘。我叫我米大罗，手打着锣鼓来唱歌，唱的是放羊的花鼓歌，姐姐跟妹妹好唱歌。咚叮咚，咚叮咚，你心事都在我心窝，有多少潮起跟潮落，尽管寄托到花鼓歌。听我的花鼓歌，一支放羊歌，喜洋洋心欢乐。快快快，其他歌儿不懂唱，只懂把鼓敲，唱起这支放羊歌。皇帝驾崩！我真没用，真没用，真是没用！我真是没用，太没用了！任我如何努力，都无法铸造可以跟银蟹岛比拼的一把宝啊！一切都是我任意妄为，才让左儿练成魔功。如今我却要亲手铸剑，克制银蟹刀。左儿，你可知道我心里多痛苦、多难受吗？皇上驾到！恭迎皇上，万岁万岁万万岁！皇上，燕王爷派人通传，抱恙在身，故而今天不能上朝参加皇上登基大典。爹娘，外面已经打点好了，只待行李搬妥当之后，你们就可以启程了。哎，难道真的要离开京城了吗？老爷，别这样嘛！哎，夫人啊，我们是躲过了雷公，又遇上了霹雳，原以为呢能避过先皇的问罪，不料又得罪了燕王，弄得我们呀像落荒而逃似的。爹，对不起啊。罢了，杨儿，爹呀，并没有责怪于你。莫说你是不是已被燕王视为眼中钉，拔掉而后快，可事实上，对于燕王的个性来讲，爹还是清楚的很。所以孩儿才希望把爹娘安顿好了之后，就可以一心一意地协助皇上，提前谋定应付的策略。老爷，咱们就听杨儿的吧，离开京城，免得节外生枝，让杨儿更添担心呐。哎呀，要知道啊，今天一旦离开了京城，再想回来，已经就很难了。爹，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。等一切过去之后，京城就会恢复平静，到时候你就可以回来了。只要咱们一家人平安，在什么地方都是一样的。夫人说的对，一家人平安就好。杨儿啊，你本来不屑朝廷的明争暗斗，倒不如随我们一块儿离开京城吧。爹，孩儿是不能离开的。您不是一直以来以我是御风的金甲战神为荣吗？在这样的关键时刻，我更应该留下来，为朝廷、为皇上尽一份力量，也为普通老百姓尽一份力啊！哎呀，杨儿啊，你的心情啊，爹是理解的。可是叫爹怎么放心得下，让你一个人留在京城，卷入这场风暴的漩涡？不管怎么说，爹只有你这么一个儿子嘛。不，爹，请放心，我们两个一定都会平平安安的。少爷，行李已经弄好了，可以出发了。爹娘，孩儿送你们出去吧。
好了，事到如今，爹什么也不多说了，你自己要记住，凡事都要多加小心。京城的事情办完之后，赶紧和花鼓前来和我们会合啊！好。花鼓，待完了先皇的守灵时间，你就赶快跟杨儿到先皇的灵前去奉茶，以表示谢恩。然后你就跟杨儿名正言顺的成为正式夫妻，尽快的让老爷抱个孙儿，知道吗？爹娘，我真担心到那个时候你们还抱不过来呢。慢点儿。为什么你看起来好像一点都不惊讶？难道你早就知道你大哥没有死吗？之前老板娘找过我，她说她亲眼看见有人救了我大哥，而救他的人显然就是赤色火焰。赤色火焰？那为什么你好像不急着找他回来，好让你娘安心呢？他会主动来找我的。你是说他会找你报仇？你不觉得我大哥对我的仇恨似乎已太深了吗？可他的饮血道这么厉害，你对付得了他吗？我只相信邪不能胜正，你有信心吗？老板娘最近正在铸造一柄剑，她希望铸造一柄可以克制饮血刀的宝剑。老板娘对祖儿这么痴心，没想到她要亲手铸剑来对付祖儿的饮血刀。这确实是让她很难过的事，你说是吗？死小子，不如我们去看看老板娘，给她些鼓励吧。好啊。老板娘，真的不可能，我永远也不可能胜过我爹，胜过大师兄，铸造出比银血刀更厉害的兵器。老板娘，你不要着急嘛，我们可以慢慢研究的，是不是？不，若不赶快铸造出一把宝剑，那又如何应付祖儿，对付银血刀呢？老板娘，你不要着急，不要勉强自己啊！我是铸剑庄传人，只有我最了解银血刀，只有我最应该铸炼兵器对付银血刀，我不能停，不能停啊！老板娘，你这样会把自己逼疯的呀！天作孽，有可为；自作孽，不可活。老板娘，你别这样，你振作一点好不好？是我害了祖儿，踏上了这条不归路，既害了他，又害了你们。我要为我做的孽承受所有的恶果。其实老板娘，你不用自责。我大哥就算没有得到你的帮助，他也会不惜一切炼成饮血刀，因为他早已视我为敌，所以他已决定要用饮血刀来战胜我。可是，最终却是我把他推到万劫不复之中。现在，你这双手也竭尽所能地把他从万劫不复中拉出来。花果，你的矛盾，你的痛苦，我们能够理解。请问，有谁愿意伤害自己的挚爱呢？老板娘，你是个有情的人，祖儿也非无情。
总有一天，他一定会理解你对他的真挚感情的。可惜，只要我无法铸造出一把宝剑，克制阴血道，左儿始终都会被阴血道所迷惑，他就永远不会清醒过来，改过自新，更不会感受到我对他的一片苦心。先皇在世的时候，曾经对我说过：“一切由心而发，凡事只要出于善意，不可能的事情也会成真的。”一切由心而发。是啊，魔由心生，唯一能阻止左儿的仇恨，就是有一颗善良的心。魔道有一股神秘的力量，可以紧扣同类相互，物我无间，融合为一。左儿为了仇恨，出卖灵魂，他的仇恨心越烈，阴血刀的魔性就会越强。老板娘，所谓人刀合一的境界，其实并不单指的是魔性。我想，如果用刀的人有一颗善良的心，那么这柄刀也许会变成一把铲恶除奸的好刀。理应如此。阴血刀竟能感受到人的感情，真是不可思议啊！臣妾当年贪图太子宠爱，为得皇后尊贵地位，竟然不顾亲情，大胆乱了皇族血脉，欺君犯上，种下恶果，以致闯出今天的大祸，实在是罪不可恕。可是，臣媳恳求太祖爷在天有灵，保佑允文，也保佑花骨逃过劫难。臣媳真的不想害了这两个无辜的孩子，求太祖爷保佑，求太祖爷保佑。皇上，不好了！燕王大军已经攻进皇城了。啊！我们有20万大军，难道就这么不堪一击？燕军气势如熊，我军被打得溃散。孤王和曹国公打开了金川门，迎接燕王进城。20万大军只能够投降了。皇上，不要再犹豫了，请先行一驾，待日后再寻天下忠义之士，起兵再战吧。臣等请皇上火速一驾。
姑还可以去哪？还能离开吗？谢皇上一驾。姑蒙受太祖爷遗诏，继承皇位。唉，可惜却无能守国，唯有一死，以殉社稷。啊！是你们！小猪，不到最后一刻，为什么要放弃？燕王杀进皇宫，我实在是走投无路啊！你放心，我们特意赶来就是保护你和皇太后一起离开皇宫的。你们的一番心意，我非常感激。可是现在燕王兵临城下，要想逃出皇宫，谈何容易？明阳，花果，我小猪无德无才，枉为一国之君，我不想再连累你们了。你们赶快走吧。不行，要走一起走。太祖爷生前交给我这封信，他说，要是你遇到生死关头的时候，就赶快打开来看。一切皆有命，半点不由人。愿苍天保佑姑的孙儿度过灾难厄困，若遇大难，开铁切一事，可保平安。铁切？什么铁切？为什么铁切可以保平安？太祖爷可有一个铁切留下？我没有听过啊。孙芳，赶快传令下去，找出太祖爷留下的铁切。是皇上。是皇上。皇上，一切请您放心吧，一定都会平平安安的。在哪儿啊？没有啊，皇上，金銮大殿找不到啊。皇上，御书房也没有啊。快，有没有？没有。怎么了？没有啊？没有。皇上，寝宫一样找不到啊。哎呦，找，再找。是皇上，快找！太祖爷，臣系问心有愧，实在难辞罪疚。臣系但愿以一死，祈求太祖爷显灵，保佑韵文，也保佑花果平安。怎么会这样呢？太祖爷既然赐给我们救命铁切，怎么会找不到呢？宁少爷，花果，这都是小猪的命数，你们就别为我操心了。小猪，我只求你们能保护皇太后安全离去，我就算死在这宫里，也了却了牵挂。皇太后，皇太后在哪儿啊？燕王大军杀进皇城后，母后就到先祖的神阁殿里，祈求太祖爷保佑。先祖神阁殿？那铁切会不会就在那儿？对呀，那是供奉列祖列宗灵位的宫殿。我想燕王再怎么残暴不仁，他也不会攻进去的呀。太祖爷为了保全安全和保命，铁切很有可能在那儿。对呀，我们赶快过去，和皇太后一起离开吧。好啊！皇上，燕王大军已攻到前殿了，城门四处都堵住了。太祖爷，请您务必要保佑允文。
花骨啊！火烧皇宫，你们不要伤心了。太祖爷留下“火烧皇宫”4个字，少主你看怎么办？传旨，火烧皇宫。是，遵旨。啊，还有这些，花骨。这些是袈裟、剃刀、度牒，这是什么逃生之法呀？难道太祖爷要你装成和尚逃出去？可是燕王不杀和尚吗？太祖爷年轻时候曾经当过和尚，说不定你装成和尚离开，燕军会有所顾忌，你就可以逃生了。能够平安的做个普通人，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。能平平安安就好。太祖爷是个聪明人，小柱，你就照他的意思当和尚去吧。不过，这度牒上写着“应能从鬼门出”，你可知道鬼门在哪里吗？我知道。啊，给。僧是来接你走的。贫僧得到太祖皇帝以火烧皇宫作为召唤，前来接应能出鬼门关。明阳，不用管我，赶快去救花骨。他日神乐观再见。好。小猪，后会有期。知道孤为什么赐婚于你和花骨？因为孤需要你，孤需要你保护花骨，
一生一世。当年姑在册封你的时候，竟赐你这把宝剑，可惜你拒绝了。今天姑再一次将这把剑赐给你，希望你用这把宝剑重歼杀敌，让它成为至善剑。终于还是让你追踪到了，花果在哪里？大哥，这是我最后一次叫你大哥了。从今天开始，我要用这把至善剑替天行道，铲除恶魔、烈火。哦，我期待这一战已经很久了。那让我看一看，是你的至善剑厉害，还是我的饮血刀霸道？呀！你的剑法果然厉害，我不得不承认，你是我毕生的对手。那我就先让你知道，什么是正，什么是邪，什么是邪不能胜正。哼，是吗？我今天就是要以饮血刀饮尽你身上所有的鲜血，泄我心头之恨。
放手！否则，你只有死。如果我的死能够让你放弃银械刀，能够让你清醒过来，我死而无憾。我要让你知道，在这个世上，还有人真心的关怀你，真心的维护着你。娘，小猪告诉我，你一直最渴望的，就是能够看见我和死小子成亲，一起向你奉茶。可惜女儿不孝，在你生前并没有做到。现在，就只有在你的灵位前向你致敬。娘，请你原谅女儿。请你安心。两位施主，燕王大队人马已经追踪来到山下，住持大师请两位尽快离开，免受祸害。驾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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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顽皮，快跑！快，他们就在前面，快追啊！抓住！快，他们追来了！驾！小顽皮，快跑！哎呀，怎么回事啊？哎呦，怎么回事啊？怎么回事啊？哎呀，老爷，我的腰好痛啊！哎呦，怎么这么倒霉啊？哎呦，老爷，我也不知道啊，这缰绳一松就成这样了。你看看这，你这个老东西怎么搞的？早不早，迟不迟啊？挡着大爷们的路！老爷您放心，我马上把这车给修好，让大爷们统统都可以过去。哎呦，怎么快得了呢？就算修好了车子，这东西怎么办呢？老爷，你看乱得一塌糊涂，咱们怎么能收拾得好呢？哎呀，还不赶快去帮着收拾啊！哎呦，大爷们啊，真是对不起啊，对不起啊！走。老马，你还真有一套啊！老马，可是我脑子并不老。只是心老而已。哎，
哎，老爷，看样子这京城也不是好落脚的地方。对呀对呀，咱们连燕王都敢耍弄，他怎么会让咱们在这儿落脚呢？哎，那有什么关系啊？咱们再找个地方。那咱们就追到小姐那儿住下来吧。哎，搬家可以，只要不弄成人头搬家就行啊！啊，老爷有道理。没想到，你这位假冒的祝家大小姐，还挺受他们大大小小的疼爱的。对了，你觉得那些大师真的把小猪救走了吗？为什么这么问啊？若是安全了，我们到了神乐观，为什么看不到小猪呢？我想，小猪经历了那么多的生死变化，已经不再留恋皇宫的一切。随着他身份的改变，他应该已经将过去的事情都忘掉了。正如大师所说的，他现在是应能和尚，他现在需要做的就是安静的度过余生。哎，你还记得吗？他跟晴儿提过，云南有神医。我想他对医术那么着迷，说不定他已经到了云南去寻找那位神医了。这么说，你是相信那些大师说的话了？信与不信，只凭自己观点。傻丫头，你马上就要跟着我这个夫君亡命天涯了，你心里害怕吗？我有你这个金甲战神永远陪着我，我有什么好怕的？